太子殿下送与我一方墨。是。这是掺了天竺老山檀香的墨。君主真是行家，这方是宣城进贡的极品老山香，工艺极其复杂，1年仅成1块。二殿下善丹青，陛下往年只送给他1人，这是太子殿下特意向陛下求来，送给郡主的。那就多谢太子殿下盛情了。是。这么珍贵的墨，可得帮郡主好好收起来。珍珠，去把此墨赠于二皇子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他赠予我香露，无功不受禄，应当礼尚往来的。真要送啊？既是他所爱，我又何必相争？唉，太子殿下真是白忙活一场。你别愁眉苦脸的了。过几天是祭月节，到时候我带你和墨玉去街上观灯赏月。郡主，此处仰头可观赏圆月，低头可俯瞰街市，是这间酒楼里最好的位置。郡主，太子殿下当众求娶，列王殿下一往情深，奴婢看得出来他眼中满满的诚意。还有那个宁王殿下，看起来是个不可多得的正人君子，奴婢想帮您参详，却毫无头绪。人人都有面具，怎能轻易参透？难得出来游玩，就不想旁的事了。你们看，按照墨园给的画像，那人分明就是真正的华富海。看旁边那个面容清俊、不苟言笑的，便是大理寺少卿崔进柏。这第三个人有宝无尖，身法沉稳，步伐却踏雪无痕，想必是个习武的高手。他和华富海、崔进柏在一起，极有可能就是那个真正的绣衣师。他们皆听命于他，他或许就是那个多切罗香。回禀殿下，设胭脂案潜逃的一干罪臣，属下和崔少卿按照殿下的意思，
已经让各部寒门才子负责抓捕，他们立下了头功，都升了官。此事你们办得不错。殿下挑选的4位青年才俊，也已经入户部、吏部，他们都在香驴锻炼多年，堪当大人。您吩咐继续追查售卖奇毒的线索，属下也将蜀南至西域的通商渠道全部打通，并在各个驿站埋了自己的线。有劳各位了。你们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就回来。哎，好戏开始了！灯上还有画，画的谁呀？内展是宋军出征，这是全齐眉。好美啊！喜结良缘，这不就是一树一世一双人吗？这是谁家儿子？为了新下人如此费尽心思啊！好生羡慕。与君对望的时候，青春花瓣在心头，偏偏天长地久。悠悠风雨月，悄悄地映入你盈盈的梦，晚红如雨落，是人间好时候。收紧你宽宽的手，渐渐远水路，寻不见一片愁。沈姑娘，我家公子有请。见过殿下。身份了，阿若还在怪我？殿下此言，我听不明白。你母亲离世，致你伤心。我本想去祭奠的。阿若之母是妾室，不可设灵堂，更不可请旁人祭奠。我在阿若眼里也是旁人吗？男女有别，还请殿下莫要唐突。告辞。若是我不允呢？
下如此行径，实属轻浮。那你告诉我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，你就非得要跟我一刀两断？我6岁奉旨入宫，做平陵公主伴读，年幼想家。后来遇到殿下，在我伤心时，是你让我趴在你肩膀上哭。再到后来，你的王妃去世，你说你不会再续弦旁人，会等我长大。我从未骗过你。可是我阿娘入狱，我求你带我去见一见她，你断然拒绝。我就知道，在你的心里，名利、权位都高于我。果然，你又当众求娶了我阿紫。就算是我娶了你阿紫，但我们在一起的法子还有很多。殿下，莫要毁了我心中的那个你，也莫要忘了，我也姓沈。我与阿紫不亲，但是我要的幸福不是踩着她的不幸得来的。但在沈西河的眼里，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把你当做一个沈家人。不重要，我自己做好沈家人便是。我始终记得，在我身旁红袖添香的那个人是你。罗娘，县主，别难过了。阿母想我不善而老，对我非打即骂。那些年，他是唯一给过我温暖的人。罗娘，阿紫，天竺老山檀香。英若，你我姐妹二人从未坐下好好聊过天。今日有暇，可否去你屋内叨扰片刻？阿紫请。阿紫请喝茶。你与二皇子早就熟识？不认识。你自幼便入宫伴读，宫中每年都会举办节庆宴会，出游狩猎，皇子和贵女们都是见过的。你认识倒是正常，怎会说不认识？之前是在宴会上见过，但仅是点头之礼，并无深交。前段日子，我送了一方掺有天竺老山香的墨给二皇子，此香罕见，经久不散。他在使用此墨时，你就在他身旁。莫不是你为他红袖添香，他方得笔墨芬芳？我没有。还不承认？你大可闻闻你自己身上的香气。在我看来，你和他之间的往来，可称得上一句交情匪浅。你不顾礼节，与他私相授受，而他却在皇上的面前要求娶我。莫不是你想着我们姐妹二人一同嫁入二皇子的府邸吗？没有，我从未想过与阿紫争，只是忘不掉他允你的那些虚无承诺，还是舍不得你房里这些掺有老山香香味的字画。
阿紫心智无双，洞若观火，每每望尘莫及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确实把对殿下的感激与敬意化为爱慕。可是阿紫，你嫁他，我心中毫无怨怼。这些字画，我不过是留个纪念而已。所以你就想看着这些字画度过余生？因这点一文不值的情爱，葬送自己的将来吗？今日我就把话说清楚，我不会选二皇子为夫婿，但我也不会让你嫁给他。花言巧语、山盟海誓，都是完全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手段，他自然张口就来。他求娶我，便是背弃你，你岂能被蒙蔽双眼？我母亲因萧氏而亡，你我确实无缘像其他姐妹般亲密无间，但这并不妨碍你我各自活得精彩。阿紫希望我活得精彩，为何不？我不喜你，亦不厌你。我与你母亲萧氏之间的恩怨，本就与你无关，我不会连累无辜。但二皇子的确不是可以托付余生之人，我不忍见你身陷泥沼。沈璎珞，你也是魏国公的女儿，我劝你不要看轻自己，你要站得高一些，目光看得远一些，你才会发现还有很多值得你托付余生之事。阿紫，你若知错了，我一会儿就去把画烧了。殿下，事成了。郡主通过那方老山香墨，察觉出来了二皇子和他测出妹妹的行事。这么快就有事来求我了？郡主不知，胭脂案落下帷幕，陛下为了庆功，让荣贵妃在芙蓉园设了一个赏花宴，广邀名门内眷。这是好事，为何愁眉苦脸的？说是赏花，实则是相亲。而且我得到准确的消息，安陵公主要纳我为驸马，郡主可有法子救救我？你是蜀南侯的独子，自然是要娶公主的。我的身份只有你知道，我这女儿身怎么洞房花烛啊？忘了我的规矩了吗？不谈情分，只谈利益。我送西北军3000金甲。那明日赏花宴，便一同去吧。参见荣贵妃。郡主免礼。这位是安陵公主，你们年纪相仿，正好作伴。我比你小1岁，
那便叫你昭宁姐姐吧。这是太极殿，这里是御花园。公主可知西北常有吃狸奴之事？当然知道了。平陵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再说家中的狸奴。昭宁郡主自西北而来，我听闻西北贫瘠，蛮人什么都吃，常有炖狸奴之事。先帝在位时，乐族每年犯境10数次。西北儿郎奋战御敌，为了果腹，掏过鼠洞，饮过蛇血，才有你们今日安居皇都，逗乐狸奴。你有什么资格辱及西北？若是没有西北男女之凶狠，你此刻或许就躺在乐族王帐之中，衣不蔽体。你，郡主的意思，仿若这天下安宁，皆是西北之功。陈家女郎辱及西北，我便和她讲西北；王家女郎非要攀扯到天下安宁，我想知晓王家对于天下安宁奉献了几分，才让你如此不顾礼教，贸然插言他人。我与你们教养不同，不必强容。西河妹妹，我可找着你了。你有想到帮我摆脱安陵公主的法子了吗？今日就算我帮你断了安陵公主的念想，还有平陵公主、长陵公主，陛下总归是要选一位公主给你的。若是你担忧女儿身暴露，得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帮你寻了一个极好的人选，你去找他做朋友，日日缠着，形影不离。只要有他在，那些女郎们绝对不敢靠近。谁啊？还有这神奇功效？大理寺少卿崔进柏。崔进柏，那个不解风情的崔石头，为什么偏偏是他呀？他是当今朝上最刚正不阿的青年才俊，什么莺莺燕燕、花前月下一概不沾。又是当今陛下的心腹大臣，一直被当作储相在培养。若是你天天和他在一块儿，那些公主们怎敢近身纠缠？有道理。崔少卿，哎呀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坐着？找你半天了。不中郎找我有何事啊？你在大理寺负责审案，我身为御守军，负责皇都巡逻宵禁。按理说，咱俩是同僚。这不，想借着贵妃设宴的这个机会，跟崔兄交个朋友。不必。你为何拒绝得如此干脆？我可有得罪过崔兄？陛下看中蜀南侯，方才放你入御守军，赐予你的官职也不低。可你呢？流连酒楼月坊，夜夜笙歌，整日与武姬厮混，每每上报皇都情况，你支支吾吾答不出。青楼娘子的花名，你却张口就来。我与你这种人，没有朋友可做。崔兄，看来你对小弟的误会不浅啊！来，让小弟好好跟你聊一聊啊。一解心结。
住手！原来你们还知道会闹出人命来，我还以为你们不知道。你杀了人，上偿命的。杀了人当然要偿命，但我是在救人。救命！救命！只不过下手不准罢了。快出事了！快抓着杆子！快！何事喧哗？陛下，昭宁郡主把小女推入池中，还用竹竿打，不让我上岸。他曾经想淹死小女。陛下，胡家女郎有意将我撞入湖中，幸好我及时避开，否则落入湖中的人便是我。起因陈家女郎口口声声说西北是蛮人，我与她辩了几句，王家女郎便说我抬高西北。胡家女郎见我与两家女郎交恶，便想替他们出口气。陛下，以蛮人称西北，是裂土之心，其心可诛。父皇，儿臣觉得这其中必有误会。小女郎们常年身养闺中，学花艺、习女工，读的无非都是些女戒、女则，怎会如此肆无忌惮，妄议国事呢？陛下明鉴，这些话确实不会是小女郎所言呐。他们从未去过西北，又何谈看不起西北？无非是从哪儿听到一些妄议、学舌罢了。太子深明大义，家中女郎才免遭冤枉，多谢太子殿下。谢太子殿下。子女之言行，乃父母言传身教。这小女郎养在深闺，若非听了家中长辈之胡言，她岂会挑拨朝臣和睦？还请陛下彻查，莫要纵容这等心无朝堂、心无君王、心无百姓之恶徒。陛下容禀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臣弑君之心昭昭可见，逆女妄言，绝非臣所教啊！陛下，臣亦不知不孝女从何处听来这狂妄之言，臣教女无方，亦愿领罚。陛下，小女年幼不通政事，是臣将她养得无知，才会这般不知轻重，请陛下责罚。郡主放心，世家教导儿女一向严明，说要处罚，绝不是门面话。王世忠、胡侍郎、宣平侯，你们三人家教不严，罚俸1年，思过一旬，呈书悔过。叩谢陛下圣恩。阿兄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方才多谢太子殿下。是那3位女郎欺负郡主在先，理应惩戒。郡主今日辛苦了，早些歇息吧。万家灯火春风没，十里绮罗明月天。郡主，今夜会是个好天。
这条街向来昏暗难行，怎么突然装上了这么多灯笼？今夜果然是个好天。殿下，这是郡主派人送来的辟寒香。他定是在狩猎场见我畏寒，去寻个香炉。嗯。郡主说，这是由她亲自改良的，不仅保留了暖意，而且还增添了凝神的功效。确实如此。郡主品味不凡，她调的香，自然好。那我就不得不告诉您一个残酷的事。什么意思？郡主在派人打听您的脉案。确有此事。嗯。郡主是在意我的身子。往年那些大臣和皇子打听您的脉案，您都说他们居心叵测，怎么到了郡主这儿，就变成了关心您呢？二哥和六哥接连让他失望，他此时打探我的脉案，定是将我背在了夫婿备选之列，才想知道我的寿数。算了，催眠三问，郡主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郡主怎么可能不善良呢？郡主怎么会居心叵测呢？让太叔把我的脉案给过去，不用瞒他。您不是说没有打算真的求娶吗？加官之后，父皇和皇祖母会给我指太子妃。我只是觉得，若是招您郡主，东宫的日子定然有趣。太子说什么都对。哦，最近曼新台长得格外不错，明日邀郡主共赏。好。天元说，这难得一见的曼星台是太子特意为君主培育的，日夜呵护栽培，真是用心。郡主还说不考虑太子，又怎么让人送去辟寒香，还让莫远去太医署查太子的脉案？这与喜欢无关。你看了脉案怎么说？单从脉案上来看，体弱无疑，至于寿数，无法确定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萧华庸这样的人，温和谦逊，恰到好处，令人觉察不到他的目的。若是他真的命不久矣，那就无需伪装，说明他真的是至纯至善之人。但若反之，他就是在韬光养晦，城府极深，和其他皇子相比，我至今都无法看透他。那咱们还去东宫吗？当然要去。按照如今的局面，他是我择婿的选择之一。我一定要看清楚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还要再晚些时候，才是观赏曼新台的最佳时机。郡主先用些茶点吧。这米锦是皇都家家户户都会吃的花糕，每逢重阳佳节，皇都最为热闹。饮菊酒、吃花糕、插茱萸、簪菊花、登高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我这身子，饮菊酒和登高是指望不上了。登高也未必是登高山或是登高塔。以前每逢重阳节，阿爹和阿兄都会陪我登上西北关的城楼。
看满城火树银花，甚是壮观。皇城的城楼，也可将盛况尽收眼底。若是重阳佳节时，我的身子骨还算好，郡主可否与我一道登楼？好。这几本书籍都甚是冷僻，是民间才子游历四方、寻奇访胜的游记。我无法四海周游，但心智向往，唯一的爱好便是看书。看书的时候，便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我也是。哦，那不如我们各自写下心仪的一句，相互交换。甚好。我与郡主竟如此投契，臣女深感荣幸。郡主，随我到池边。这便是西域进贡的曼心台，郡主素来喜欢奇花异草，一定喜欢。如此奇观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此台遇水则生，闪烁夺目，也被称作夜明台。郡主莫怕，此台会顺着水流攀附在最近的植物上。与君对望的时候，轻喧花瓣在心头，生死都斑驳，唯有情丝锦绣。放心，曼心台离水便过。郡主可知他为何离水便哭吗？因为他生来便浸在有情人的眼眸里。虽然我觉得郡主居心叵测，但是我还是喜欢殿下这般为了撩拨女郎而生机勃勃的模样。殿下，谢医师说，他从民间寻得一副真实药方，此药可调理五脏六腑，抑制毒发。不过，此药阳火极重，殿下体寒且弱，恐怕每次疗毒的时候，都要经历一次刮骨割肉之痛。要痛多久？1个时辰。是。我知道国公爷心中家训亦属于我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嫁吗？不嫁。沈西和你站住！昭宁郡主自西北远道而来，但调香的手法居然和信王妃一模一样，不差分毫。
我藏了好多话，舍不得对你讲，就永远不要拆穿一握就散的沙，一种就败的话，在心里不傻不笑。我所有回答，好笑又心酸。刺痛你的时候，当流泪的眼光有多为难。那些一哄就好的伤，一抱就远的话，勇敢像不曾痛过一样。可惜我没能够